你不知道羞耻！身为尊长，你出手伤我徒弟，我霍元甲今天就是来讨公道。你想怎样？字我已经签了，够胆你就签上名字，要不当众跪下赔个不是。此人是铁刀门的秦野，霍元甲想要成为金门第一最大的拦路虎就是他。但是秦野武功深厚，在武术界德高望重，必然不是霍元甲能够随意挑战的。然而当俩人狭路相逢时，秦野也想杀他的威风。这不是自称荆门第一的霍大侠啊？怎么这么巧啊？秦爷，我以为你年迈已高，回陕西享清福去了。来我铁刀门拜师学艺的络绎不绝，这叫做欲罢不能。我真是欲罢不能啊！还为自己备了份大礼，恭喜啦！这份大礼是买来备给你的，帮帮你的师傅吧。霍元甲被秦爷当众扫了面子，气急败坏。就在他正恼怒没有机会报复回去的时候，他的徒弟们给他制造了一个机会。一名被打得不成人样的徒弟被人抬了进来。谁干的？秦爷。打狗也要看主人。秦爷敢打自己的徒弟，那就是想让他没脸，那么就别怪他霍元甲不客气了。秦爷姑月楼很是热闹，秦爷包场大摆酒席庆祝寿辰，而霍元甲带着徒弟不请自来。秦爷一子刚上前询问情况，就被霍元甲按在了地上。这没你说话的地方。秦爷见状也并未发怒，只是告诉霍元甲今天是他的寿宴，他不想出手伤人。霍元甲此时怒发冲冠，是一点面子也不给。他告诉秦爷，他今天就是来给徒弟讨公道的。然后霍元甲拿出生死状，逼迫秦爷2选1，要么立马签字比武，要么当众下跪道歉。就在这时，酒楼老板靳孙听信赶了过来，他看见霍元甲这副嚣张跋扈的样子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靳孙劝阻霍元甲做事要有分寸，无论如何不应该在人家的寿宴上胡闹。如果他再这么目无尊长、狂傲至极，就要跟他绝交。你不认我？靳孙这副帮理不帮亲的样子，彻底惹怒了霍元甲。都不长进，所有人都对战，练上武功。孤月楼大门紧闭，楼内2人手持大刀，杀气腾腾。霍元甲急不可耐，率先出手。然而秦爷的金丝九环刀锋利无比，劈砍时刀上的九环会随着惯性甩出，增加劈砍的杀伤力。面对如此大的威力，霍元甲堪堪能够应付。2刀相碰，叮当作响，火花四溅。秦爷的大刀紧紧相逼，霍元甲好不容易才找准间隙，将他一脚踹开。随后霍元甲转身跳上桌子，然后他身轻如燕的窜到房梁上来了个倒挂金钩，紧接着对着秦爷锃亮的脑瓜就是一刀。刀不长眼，如果再伸1指间，秦爷脑袋就彻底开瓢了。看出来霍元甲是下死手了，秦爷也不在手下留情，他一刻不停地追着霍元甲满孤月楼穷追猛砍，金丝九环刀，刀起刀落，所到之处皆被砍碎。就在2人过招之时，秦爷突然腾空飞踹，一脚将霍元甲踹进了池塘里。秦爷紧跟着跳进去继续和他对砍，2刀激起的水花让人睁不开眼睛。霍元甲趁机一脚将秦爷踹进水里，然后对着秦爷砍了过去。但是秦爷的九环宝刀百炼成钢，霍元甲手里就剩了个刀柄，没刀在手，霍元甲的处境非常危险。但是胜负往往就在刹那之间，霍元甲一根手指头勾住刀环，然后用力一掰，再狠踢一脚，秦爷的金丝九环刀脱手而出。没刀在手的秦爷根本就不是霍元甲的对手了。霍元甲出手快准狠辣，他反应迅速的将架子上的酒坛子砸向秦爷，紧接着霍元甲又抓住秦爷的脑袋，将酒坛子都撞碎。就在他腾空出拳想要砸向秦爷时，却又被一脚踢飞。2人都立即起身想要先发制人，但还是霍元甲出手更快一些，他一击中拳打得秦爷口吐鲜血。此时的霍元甲打红了眼，他一拳毫不留手地打在秦爷的身上。此时秦爷已经神志不清，但是霍元甲还是没有停止拳头。别看他现在如此强悍，年幼的霍元甲却是体弱多病，而且患有先天性的肺喘，父亲根本不让他习武。霍元甲好奇地上前查看石板，却没想到父亲轻轻的一指，竟将厚重的石板劈成2半。这一幕更是加深了霍元甲对功夫的渴望。可此时的他身患哮喘，父亲希望他弃武从文，甚至不准他踏入练功房一步。但每当看见父亲满墙的生死状时，霍元甲眼中满是憧憬。这天，父亲霍恩帝跟赵家拳、赵东强签下生死状。我看你爹今天是输定了，我爹会让你爹尝尝我们霍家拳的力量，你等着瞧吧。生死状已签，胜负在人，生死在天。大战一触即发，2人拉开架势，一番试探后，霍恩帝率先发难。霍家拳的攻势如潮水袭来，打得对手连连后退。台下的霍元甲欢呼雀跃。此时霍恩帝高高跃起，本该决定胜负的一击，却在最后一刻收住了手。对手趁机连轰数拳，将霍恩帝打下擂台。看到父亲竟然败了，霍元甲躲在一旁角落偷偷抹泪。此时赵忠强的儿子赵建指高气昂地走过来，对着霍元甲就是一番阴阳怪气，甚至嘲讽霍家拳就是不入流的功夫。你是个草包，你们霍家拳也是草包，有种叫多给的女子，别让你也看看我们赵家拳的力。一股怒火在霍元甲心中燃起。上来！2人来到擂台上，霍元甲大吼着冲上去，却被赵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连同尊严一起被狠狠地踩在地上。这也激发了霍元甲的好胜心。赵建走后，霍元甲对着发小龙靳孙立誓：我发誓，霍元甲不会再允许任何人在这里打倒我。
为了向赵健复仇，霍元甲联合龙信孙偷出了霍家拳拳，以读书为借口，开始练起了霍家拳。即便汗如雨下，手掌酸痛也从未停歇。对最后一招绝杀拳，霍元甲更是下足了功夫。而天赋异禀的他，很快便学有所成。区区2个月时间，便拿着简易版的生死状再次找到赵健。看着这个瘦弱的小伙子，赵健一脸不屑地签下生死状，在擂台上舞弄一番后冲向霍元甲。可面对他的花拳绣腿，霍元甲一眼便发现了破绽，一脚踢向他的下巴，然后一招绝杀拳轰出，赵健瞬间被打倒在地。可这小子不讲武德，趁霍元甲转身离开之际，还想上前偷袭，岂料霍元甲早有防备，转身又给了赵健一掌。你们赵家全是草包，今天可算是领教了我们的霍家拳，记住了，以后可别再提你的赵家拳了。自此之后，他的父亲开始同意了他习武。当年你的拳不够快，更不够狠。不过您放心，有我在，霍家拳绝不会再败在他人的手下。多年之后，霍元甲子承父业，继承了父亲的拳馆。这些年，他从无败绩，墙壁已经贴上了满满的生死状，这是属于他的荣誉。可仅仅这些还不够，他是要当上金门第一，让霍家拳名扬天下。霍元甲，你的嘛时候是金门第一呀？说呢？你就在今天，就在今天。而接下来将挑战他的对手，竟然是多年未见的手下败将赵健。哎，赵健，这么多年你躲哪儿去了？我赵某走遍江南17个省38个县，练了一身好功夫，打遍江南无敌手。哼，吹牛！你才吹牛呢！望着几十米高的擂台，霍元甲脚踏木桩，健步如飞，不几下就已攀上擂台，但还立足未稳，赵健就率先发难。霍元甲一个翻身，紧接到踢上到擂台，台下观众见状连连发出惊叫。两人在擂台之上展开激战，双方你来我往，打得难解难分。赵健使出看家绝技铁马流星，下盘功夫稳如泰山，落地生根。霍元甲接连攻击赵健下盘，竟然都无法撼动其分毫，反而被赵健一记重拳打中，连连倒退。哼，我的铁马练得不动如山，落地生根。今天我一定要打赢你的霍家拳。好，就给你个机会，输！紧接着霍元甲攻势一转，使出他亲自改良后的霍家民风拳，顿时让赵健无从招架，虹桥铁马也发挥不出威力，甚至被一脚踢飞，差点掉下擂台。还好他及时抓住一根木梁，这才侥幸躲过一劫。接着他一跃而起，使出虎爪功，霍元甲躲闪不及，被一把抓到。猫爪，虎爪拳源于僧门，其特点是以掌指卷曲成虎爪抓扣敌身，用掌根着力，掌爪并用。霍元甲被一掌推下擂台，幸好赵健将他一把抓住，霍元甲却不领情跃上擂台，就是一脚。接着他使出分筋错骨手，用拳头直击赵健的虎爪，虎爪不住颤抖，差点就成了鸡爪。你输了。赵健只得再次使出铁马流星，霍元甲迎面上前直击他的要害，赵健坚持不住向后跌落，霍元甲想要拉住他，但已经为时已晚，却不想跌落的赵健并无大碍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这样没事。别过，胜者霍元甲。霍元甲有惊无险的获胜，接着挑战他的人络绎不绝，但却再没有人能是他的对手，这也让霍元甲变得愈发排乱。别这么麻烦了，我有签了生死状的，一起上。所有的挑战者都上去！所有人都一拥而上，但霍元甲面对他们就是降维打击。霍家拳是汉武帝钦定的大内秘传宗法，技法环环相扣，迎刃身形如水，走转翻斩如鹰，稳锁缠摔多变，绞杀断颈无情。经过霍元甲的改良，更是威力无穷。霍元甲，你嘛时候是金门第一呀？你说呢？就在今天，就在今天。霍元甲在天津名声大噪，前来拜师学艺之人络绎不绝，大多虽是见风使舵的乌合之众，霍元甲却来者不拒，照单全收。在农进孙开的酒楼内夜夜笙歌，将老母亲和女儿冷落家中。霍元甲想成为真正的金门第一，还需要打败金刀门的秦野。果然是冤家路窄。这天两人在大街上碰巧相遇，两人边走边聊，霍元甲趁机出手试探，却被秦爷轻松化解，甚至让霍元甲吃了亏。回到家后的霍元甲越想越气，看着徒弟的花拳绣腿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想练武，下功夫。什么是功夫？什么是功夫？功夫是要时间磨练出来的。你这样，3年的猫脚功夫，这一拳20年的功夫，你们挡得住吗？练。直至深夜，一个徒弟被抬了进来，全身骨折，被打得狼狈不堪。谁干的？秦野，
听到秦业的名字，霍元甲气不打一处来。他早就看秦业不顺眼，不问缘由，转身就要去为徒弟讨个公道。而这天正好是秦业的寿辰，秦业包下酒楼大摆宴席，霍元甲却在此时带着众多弟子前来找茬。秦业的徒弟向哥走过来，想劝霍元甲换个地方喝酒，却被一把按在地上。霍元甲非常嚣张，指着秦业的鼻子说道：“字我已经签了，够胆你签上名字，要不当初跪下，那个不是。”龙敬孙上前劝阻，霍元甲也丝毫不给面子，都不长进，是个对战，你是。两人手持长刀，在酒楼内相视而立，大战一触即发。秦业毕竟以刀出名，一柄九环大刀耍得虎虎生风。霍元甲也不甘示弱，身形灵活，招式狠辣，找准机会在秦业头上划了道口。这下秦业发了狠，招式愈发凶猛。霍元甲的刀被砍得千疮百孔，两人招招都只取对方性命，由楼上打到水里。只见霍元甲奋力一劈，却将自己的刀给崩断。霍元甲索性丢掉断刀，徒手扣住秦业九环刀上的铁盒，一脚轰出，将秦业踢飞数米远。霍元甲趁机上前，双方赤手空拳展开搏斗。可失去了刀，秦业又怎么会是霍元甲对手？一拳打出，秦业瞬即神志不清。霍元甲趁胜追击，一肘废了秦业的手臂，随后一拳打在秦业胸膛上，最后一招绝杀拳轰出。秦业倒在地上没了动静。霍元甲如愿以偿的当上了金门第一，却失去了真正交心的朋友。你现在如愿以偿成了金门第一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2个时辰前，秦也死了。虽然打败了最后的对手，但他此刻却非常空虚，步履蹒跚地走回家中，却发现地上有串脚印。抬头一看，母亲已经倒在床上气绝身亡。他失魂落魄地冲向另一个房间，自己最疼爱的女儿也已倒在血泊中。霍元甲悲痛欲绝，手持长刀，发了疯似的冲进秦业的灵堂，却见秦业的徒弟挡在母女面前，对所作所为供认不讳。人是我杀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干娘保重了。说完便自己抹了脖子，连给霍元甲报仇的机会都不留。眼见仇人已死，霍元甲拿着刀一步步向母女俩走去。看着痛哭惶恐的母女，霍元甲不愿残害无辜，崩溃地丢下长刀转身离去。此时，当初被打的徒弟却跪在霍元甲身前，原来是他和秦业的小妾通奸在先，被秦业发现后才被痛打一顿。而所有的弟子都知道原因，却无一人告诉霍元甲真相。此刻的霍元甲心灰意冷，自己的一时冲动却让2个家庭支离破碎。此后的他流落街头，任由伤口发炎溃烂，甚至来到河边想一死了之，却被好心的村民救下。在村民的悉心照料下，霍元甲的身体逐渐好转。可那段经历如同梦魇般缠绕在他的心头，唯有不断的劳作，才能缓解心里的痛楚。这天，村里一小孩偷牛被隔壁村抓住，霍元甲连忙跟着村民一起前去营救。小孩被打得痛哭流涕，霍元甲主动上前要替小孩受罚，怎料对方却说大人待罚有大人的规矩，规矩就是比谁的拳头大。然而霍元甲却任由对方怎么打，自己却没有丝毫还手的欲望，哪怕被揍得头破血流依然如此。他的举动让孙婆婆心疼不已，孙婆婆一语惊醒梦中人。你不愿意伤别人的命，你也不能让别人伤了你的命啊，孩子！霍元甲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他的举动也得到了对手的尊重和认可。转眼间到了清明时节，这天霍元甲将柴火劈好，又把稻草堆满整个院子，随后走到小月身旁向她辞行。他要回天津给父母跟孩子上坟，并答应小月自己一定会回来。给我2斤肉。我不办。霍元甲再次回到天津，眼前的一切却早已物是人非。清朝末年，世界列强进犯中国，天津已然成为半殖民地。看着街上随处可见的洋人，霍元甲不禁一阵失神。这时，霍元甲又碰到了当年的老乞丐，但这次老乞丐不再问霍元甲何时能成为金门第一，而是直接脱口而出：金门第一，霍元甲，霍元甲，回来打来了。霍元甲回到家中，当年的门客已然散尽，唯有老管家留了下来。家里值钱的东西已经被搬得一干二净，若非农进孙仗义相助，恐怕祖宅也要落入他人手中。霍元甲来到书房，这里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，看着墙上当年一拳打下的生死状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取下后细数焚烧殆尽，以此来告慰逝去的家人。随后来到父母跟女儿的坟前深深忏悔，甚至来到秦业家。开门的秦夫人看到霍元甲，一脸的惊恐。夫人，俺家大人愧对你，今天是来向亲人献香。看到霍元甲如此诚恳，邢夫人便让他进来。霍元甲来到秦业的画像前，深深的鞠上一躬。他已不是当初的莽撞少年，如今他只想用一身武功弥补曾经犯下的错。彼时外国大力士在国内横扫武术界，连打32场无一败绩，中国武术颜面扫地，甚至嚣张的讽刺中国人为东亚病夫。看到新闻的霍元甲终于明白他应该做什么，可如今身无分文的他又如何挑战大力士？于是他找到了农进孙求助。就算我有愧于你，很多事情只有在事后你才知道。
我的心里很痛。但龙敬孙以为霍元甲又要像以前一样砍人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。直到看到霍元甲留在桌上的报纸，才明白了一切。于是便托人给霍元甲送去银票，获得路费的霍元甲立刻启程来到上海。时隔多年再次站上擂台，但这次他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证明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。先签生死状，告诉他，在擂台上以命相搏是中国历来的陋习，可我们有另一种传统，叫英武会。时隔多年，霍元甲再次站上了擂台，只为证明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。面对2米高的大力士，霍元甲先声夺人，一掌击退大力士。可大力士皮糙肉厚，竟单手举起霍元甲。霍元甲青筋暴起，一个勾腿逃脱束缚。大力士强在力量，霍元甲强在灵活，左闪右避之际，不断攻击大力士的要害。大力士高高跃起，妄图用体重压制住霍元甲，却被反手一肘抵住了脖子。本以为胜负已分，可大力士却恼羞成怒，趁霍元甲转身之际抓住了他的腿。霍元甲凌空一脚，将大力士踢飞数米，却在最后一刻，霍元甲及时用脚抵住大力士，让大力士幸免于一死。这一人一举动，也赢得了大力士的尊重，高高举起了霍元甲的手，观众无不欢呼雀跃。霍元甲名声大噪，可这次他没有骄傲自满，而是广发英雄帖，召集全国武术精英，摒弃门派之间的陋习，共同创建精武体育会，将中国武术发扬光大。龙敬孙看到了霍元甲的改变，更被他的抱负所深深折服，即便卖掉全部家当，也要帮助霍元甲成立精武体育会。曾经的死对头赵健也摒弃前嫌，自愿加入精武体育会。可精武体育会越是声势浩大，洋人却愈加不满，他们甚至邀请了各国高手，妄图击败霍元甲，让精武体育会颜面扫地。即便知道这是洋人的阴谋，霍元甲依旧欣然赴约。4国高手轮番上阵，首先登场的是英国拳王，虽说出手凌厉，身手却十分笨重。霍元甲灵活躲避，一掌一肘，而后翻身一掌打在脖颈上，轻松拿下第1场比赛。而后登场的是比利时皇家组教练，一手长矛让霍元甲处处受限。霍元甲抓住机会，一个闪身来到对手面前，手中长枪不断挥舞，将对手衣服划了几道口。对手怒上心头，竟主动折断长矛，妄想跟霍元甲比灵活性。一番交手下来，却被霍元甲用枪抵住了脖子。而第3场的对手是欧洲的击剑冠军，可就连秦爷都败在了霍元甲手上。区区细剑又何足挂齿？霍元甲凌空一跃，划开了对手的衣服，一个转身扣住了对手的剑，奋力一扭夺下长剑后，直指对手头颅，连赢3场。霍元甲却只是歇息片刻，便再度登上擂台。最后一个对手是来自日本的田中，此人身手不凡，在日本成名许久。田中使用的是日本的武士刀，霍元甲则使用中国的3节棍，一攻一防间，谁也没能占据上风。霍元甲率先发力，用3节棍缠住田中，却被反手抓住末节。田中的长剑不断挥舞，霍元甲趁机夺剑，猛地发力。双方拉开身位的同时，手上武器也已经互换。可霍元甲能用长剑，不代表田中能用3节棍。田中装模作样的挥舞，却不小心打到了自己脑袋。台下观众轰然大笑。霍元甲见状，却大方地换回武器。双方再度上前交手中，3节棍却被拦腰斩断。霍元甲却毫不在意，双手持棍和田中打得有来有回。几回合下来，两人不相上下。中场休息时，霍元甲端起桌上的茶，殊不知这杯茶早已经被人偷偷下了毒。毫不知情的霍元甲再次上了台，可就在他将田中踹倒时，突然双目开始模糊，然后口吐鲜血。田中发觉有些蹊跷，于是立马暂停了比赛。龙敬孙见状要把霍元甲送去医院，可霍元甲知道此时毒气已然攻心，我有理可图，如意攻心，来不及。师傅，我去找他们报仇。要做的不是去报仇，仇恨只会生出更多的仇恨。霍元甲擦掉嘴上的血，踉踉跄跄地走到台上，完成这最后一场比赛。台下观众振臂高呼，国人都被这个铮铮铁骨所折服。田中见状，也想劝霍元甲放弃比武，毕竟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你听，活着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。田中明白了霍元甲的决心，可他也有不能失败的理由。双方再度交手，状况异常惨烈。霍元甲口中不断涌出鲜血，可他始终不肯放弃。田中一拳打向他的脖颈，可霍元甲如同回光返照一般，使出全身力气，轰出一招绝杀拳，却在最后一刻停了下来。他不想再重蹈当年覆辙，淡然一笑后倒在了地上。正当裁判要宣布比赛结果时，田中却上前扶起了霍元甲，举起了他的右手。霍元甲用生命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，无数弟子振臂高呼。霍元甲因擂台而生，却也因擂台而死。可过去的种种，却让他明白了武术的意义。时至今日，精武体育会已经日益壮大，遍布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霍元甲成了无数国人心中的骄傲。